大家好，特朗普与普京突然通了电话，然后才通知司机同志，事关乌克兰，却不跟乌克兰总统商讨。可见啊，乌克兰作为棋子，以及现在变成丑国的弃子的尴尬以及悲哀。乌克兰被丑国彻底出卖了。特朗普及丑国的国防部长均表示，2014年前的边界回不去了，乌克兰也不可能加入北约，丑国呀不介入乌克兰的安全。这得由欧盟来承担。乌克兰被丑国这么无情的抛弃，不知道中国大陆东南某岛的毒蛙们作何感想？更可笑的是，乌克兰现在国破家亡，死了那么多青壮年男人，变卖了国有资产以及国家资源，最后还欠了这丑国3500亿美元的债务。你们知道吗？2024年，乌克兰全国的国民产值约为1890亿美元，就是说，光欠丑国一个国家的债务就占了乌克兰全国国民产值的1.85倍，这是相当惊人啊！据报道，一架丑国军机突然罕见飞抵莫斯科，外界猜测这是丑国与大毛召开秘密会议，通过瓜分乌克兰的问题。总之，时间点相当敏感，而这一切，乌克兰完全被排除在外。不知道现在乌克兰老百姓作何感想？今天，奥地利这家德语媒体标准报把中国硬生生的也扯进了俄乌危机，有制造中国与俄乌战争有关的嫌疑。注意啊，这是奥地利德语媒体，不是德国的媒体。中国也希望对乌克兰局势有发言权。在幕后，中国正试图安排习近平与特朗普之间的峰会，中国的角色尚未明确界定。中国希望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关于乌克兰问题，自丑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与大毛总统普京通电话以来，事件似乎层出不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四表示，中方乐见俄美就一系列国际问题加强沟通和对话。关于乌克兰危机，中方认为对话和谈判是摆脱危机的唯一可行途径，中方积极推动和谈。然而在幕后，中国显然正在寻求在当前的事态发展中扮演积极的角色。最近几天，北京就特朗普与习近平的首脑会谈提出了几项建议。关于乌克兰停火谈判，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的计划可能设想由北京、华盛顿和莫斯科直接会谈，这将是对欧洲人的冒犯。该报写道，也没有让乌克兰国家元首斯基同志参与其中的计划。中国不可信，欧洲人一直对中国的和平计划持怀疑态度。北京在2023年2月提出的12点计划被嘲笑为完全不切实际而遭到拒绝。时任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说，关于这些提议和观点，首先要说的是，中国是不可信的，因为他们连谴责非法入侵乌克兰的立场都没有。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称，这是迄今为止最合理的建议。事实上，该计划并未设想俄罗斯完全撤出备战领土。随后，中国、巴西于2024年5月签署了一项和平计划，主要强调不升级事态，俄乌双方不得攻击核电站，不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交换战俘。西方国家对此也置若罔闻，这真是历史性的讽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时中巴两国提出的条件对乌克兰来说要好得多。原材料问题，事实上，中国政府从未在冲突中明确表态，但却以基本透明的方式传达了这一立场。中国政府谴责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并强调了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另一方面，与全球南方的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并未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相反，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中国渴望获得能源，并自愿成为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买家。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尤其是汽车和电子产品的出口，在过去3年中也大幅增长。另一方面，西方一再指责中国向莫斯科提供武器，或至少提供所谓的军民两用产品。事实上，北京可能从未对这场冲突感兴趣。在经济上，乌克兰战争扰乱了商品市场，使国际贸易陷入瘫痪，核升级的可能性也是一个现实威胁。
最后，北京既不会从莫斯科的大胜中获益，也不会从北约的扩张中获益。相反，中国依赖俄罗斯的原材料供应。现在，中国政府可能最希望的是中国公司能够参与这个被毁国家的重建工作。最后一点，稀土和电池原材料如锂和钴的开采可能会受到威胁。中国主导着电动汽车电池的价值链，并对稀土拥有准垄断地位。开发乌克兰丰富的矿场可能会改变这种平衡。好，朋友们，报道就那么多。我们接着看看奥地利这家标准报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中国和美国一样，也只对乌克兰的矿产资源感兴趣。继续往下，那么其他国家也可以参与西藏、台湾、维吾尔族等问题，就这么简单。这是跟帖。习近平同志可能还是最讲道理的，他应该和两个完全疯了的普京和特朗普坐下来谈判。我们再往下，全世界都在嘲笑欧盟，没人再把欧盟这些小丑当回事了，只有那些不知好歹的家伙才会觉得自己很重要。欧盟的衰败是我从未想到过的。在2019年之前，由于对通货膨胀的错误计算和对 GDP 的曲解，它一直在蠕动，每年1%到3%的误差。从2019年开始，经济衰退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尽管预算大涨，但在军事上完全无能，没人再正眼瞧欧盟了。下一则，对话和谈判是摆脱危机的唯一可行途径。在这一点上，中国当然有权利。中国在该地区没有利益，也没有历史包袱，它可以充当中立的调解人，并可在日后提供维和人员，以保证和平条约得到遵守。可以肯定的是，苦难必须结束，这可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好，朋友们，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位网友的评论被很多人踩，表明这些德语区的人，不管他们是奥地利人还是德国人，无法接受中国的角色。我们再往下，报道中说中国可以充当中立的调解人，然后这位网友说，请标记为讽刺吧，中国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歼灭战。尽管自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不断恶化，但俄罗斯仍然与一些国家保持着支持和牢固的关系，例如中国、白俄罗斯、越南，他们最近也会见了普京，伊朗、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朝鲜、缅甸、厄里特利亚、马里、津巴布韦等等等等。下一则，中立的调解人，俄罗斯的亲密贸易伙伴，这可能是一种方式。这太荒谬了。中国确实有利益，但不是在欧洲，而是在其他地方。例如我一直所说的中美俄三国都想瓜分世界，而且是在和平谈判期间。俄罗斯可能在欧洲为所欲为，并得到特朗普的支持。中国拿下台湾和其他任何他想拿下的地区，特朗普拿下从格陵兰岛到火地岛的任何他想拿下的地方，这就是新的世界秩序。现在可能又有人说我是在空谈，也许是吧，但我希望我是错的。这个人也跟帖说，有没有人悄悄告诉我，如果没有中国大力的经济支持，俄罗斯将再也无法生产武器？你是否意识到，习近平的一句话就足以阻止来自朝鲜的武器和士兵？中国深深卷入这场反对西方支持多极世界的战争。再往下，中国也想在乌克兰问题上有发言权，我也想对中国发生的事情有发言权，但姓习的先生不会喜欢的。下一则，特朗普目前正在把欧洲卖给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美国就可以全神贯注于格陵兰岛、加拿大和巴拿马。俄罗斯将对欧洲发动战争，并将其逐块占领，而欧盟还在沉睡中。推特或脸书等反社会的虚假媒体在欧洲仍未受到监管，欧洲的通俄党可以继续颠覆和破坏我们的民主，这真是太疯狂了。继续往下看，历史的讽刺，伊斯坦布尔和平计划，
中国和平计划以及中国巴西和平计划都比现在的情况要好，而所有的计划都遭到了欧洲和拜登的美国的拒绝。现在死了几十万英雄之后，乌克兰被迫做出进一步让步。虽然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欧洲和美国的士兵都不会干涉乌克兰，但乌克兰却被进一步推向战争，从而陷入不幸。这仅仅是战略上的笨拙吗？还是不仅仅如此？对军事实力的评估怎么错得如此离谱呢？再往下看，中国的角色是：一、确保粮食生产用地；二、清理稀土；第三，向乌克兰提供重建贷款，使其依赖中国；第四，最终填补通往欧洲的新丝绸之路的缺口。下一则，还有其他愿望吗？中国是战争参与方，尽管说了很多不痛不痒的话，但从一开始就否认乌克兰的主体性，就像特朗普和普京一样。乌克兰人会把这3个人都送到莫斯科去，还是唐纳德和习近平现在也想入侵乌克兰？下一则，我们应该向乌克兰人提供更多武器，俄罗斯的人员和坦克正在慢慢耗尽。继续往下，这不是一场危机，而是一场全面战争。只要中国人不承认这一点，就没有必要与他们对话。再往下，中国左眼看着乌克兰，右眼盯着台湾，与俄罗斯的生意很好，很高兴美国有一个100%不称职的总统。下一则，大家都想迫不及待地瓜分乌克兰啊！继续往下，最没有发言权的就是中国，这一切令人作呕。这个世界怎么了？再往下看，如果中国能在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地区攫取原材料，那么乌克兰的欧洲伙伴就彻底失败了。下一则，不知为何，这3个国家越来越想瓜分世界。中国声称对台湾有兴趣，但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特朗普是否觉得这样很讨人喜欢。我们不知道这3个疯子想干什么。继续往下，如果中国参与重建和稀土开采，这将是外交政策上的最大失败，不是欧盟的失败，因为他没有采取地缘政治行动，而是那些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伟大的欧洲国家的失败，是对德国、法国、英国等狠狠的打脸。我们必须在未来携手合作。下一则，还有谁享有发言权？其他外部国家凭什么决定乌克兰的命运？或者说，他们甚至在瓜分乌克兰？下一则，这位网友跟贴到，美国希望以武器供应换取原材料，俄罗斯希望从乌克兰获得20%的土地，包括原材料，而中国呢，可能也想要一些东西。最后，欧盟已经眼睁睁看了3年，作为回报，可以支付乌克兰其他地区的重建费用。下一则，美国正在与俄罗斯会谈，中国也想掺和进来。美国国务卿在慕尼黑安全峰会上也谈到了美国对欧洲的看法，这就是地缘政治的现实。那些称俄罗斯为中国附庸的人可能是对的。美国外交官说了什么？欧盟去死吧！我们满足了美国的一切要求，现在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发生，我们没有任何作用。不，没有人给我卢布，我也不投票给某党，我也不是匈牙利欧尔班的网军。是的，战争是犯罪，这就是悲剧。中国和丑国将从建设乌克兰获利，欧洲则要支付军备费用和接纳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但从道德上讲，我们是站在正确的一边。继续往下，请不要忘记，由于错误的独生子女政策和越来越富裕，中国也将成为一个人口萎缩的国家，就像美国和欧洲一样。此外，乌克兰战争后，俄罗斯已不再有能力直接攻击欧盟，这很可能会导致乌克兰的分裂，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与俄罗斯人口比例更高的顿巴斯相比，乌克兰西部和中部的历史定位更明确。就这样，
西巴尔干地区以及中期内乌克兰其他地区融入欧盟，边界已经划定。从中期来看，俄罗斯和欧洲是天然的伙伴，支持社会和原材料，尽管有特朗普和普京。下一则，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是乌克兰自己的事情，无论是叛徒特朗普领导下的丑国，还是支持普京的中国，都与乌克兰无关。继续往下，欧洲的软弱将载入史册，简直是场灾难。我们的自尊和身份认同的火花去哪儿了？3个国家中有2个不属于欧洲，第3个国家正在攻击我们。无论乌克兰有多么腐败和罪恶，如果有人对乌克兰有所有权，那就是我们欧洲人。骄傲的法国人在哪里？起劳动作用的德国在哪里？法国和德国本可以在最好的情况下能合作解决乌克兰问题，相反，我们却任由自己被打入蝎子，自相残杀。当然，丑国中国和俄罗斯都不喜欢一个强大的欧洲。下一则，任何真的认为中国应该积极介入和平谈判的人都不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在任何不直接与中国交界的冲突中，中国的立场永远是请结束冲突，但我们不干涉内政，而且从不制裁或其他，而是继续尽可能的最大化与冲突各方的贸易关系。如果中国寻求与俄罗斯和丑国直接会谈，那么中国将寻求与丑国与俄罗斯建立更好的关系，并结束贸易战。乌克兰问题对中国来说只是非常不重要的问题，因此这当然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绝不是对欧洲的冒犯。欧洲外交的问题在于他自己并不寻求直接会谈。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中国在这场冲突中也蒙受损失。新丝绸之路铁路延伸至杜伊斯堡，中国与乌克兰这个小麦大国毕竟有着深厚的贸易关系。反过来，中国也从俄罗斯的衰弱中获益。因此，不知何故，中国总是既是赢家又是输家，是完美的调停者。好的，朋友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上呢就是德语区网友们的评论，你们对此有何看法呢？请在下面留言。好的，我们下期见。